在《汉书》当中，有2个女人是给单独立传的，一个是吕雉，另一个便是王政君。她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皇后之一，历经了7位皇帝。在她的手中，彻底葬送了西汉王朝的江山，而篡夺江山的就是她的侄子王莽。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传奇太后王政君及王莽的成长史。公元前71年，王政君出生于魏郡的原城县，也就是今天河北省的大名县。长大后，将她许配给别人为妻，可还没等到过门，男方就去世了。之后，东平王准备纳她为小妾，可同样没等到过门，东平王也去世了。他的父亲王进找人去占卜，结果占卜的人说此女贵不可言。于是王进就让女儿学习各种才艺，在她18岁那年，将她送入宫中，成为了佳人子。所谓佳人子，是指在汉朝后宫没有任何名号的宫女。此时是汉宣帝刘病已在位，太子是刘氏。就在王政君被送入宫中的1年后，太子刘氏所宠爱的司马良娣病死了。临死前，他告诉刘氏，他是被其他的姬妾们给诅咒死的。于是太子就迁怒于其他的姬妾，不肯与他们亲近。可此时刘氏还没有儿子，不与姬妾亲近，那么大汉的江山到时候传给谁呀？所以汉宣帝非常着急，让人从后宫挑选5名宫女送给太子，其中就有王政君。可刘氏对他们5个也提不起兴趣，但为了不违逆皇帝和皇后的旨意，就敷衍地说其中有1个还可以。刘氏说话的时候离王政君最近，大家就以为他中意的是王政君，于是便把王政君送入了太子的宫里。没想到多年没有子嗣的他，只1夜就让王政君给怀孕了。公元前51年，王政君生下了1个儿子，汉宣帝亲自给他取名为刘骜。3年后，汉宣帝刘病已驾崩，太子刘氏继位，即汉元帝。王政君爷母凭子贵，被封为了皇后。汉元帝喜好儒术，于是他在位期间大量的启用儒生，使汉朝真正的走上了独尊儒术的道路。可由于他在政治上的软弱和平庸，导致皇权式微，外戚专权的状况愈演愈烈。公元前33年，42岁的汉元帝刘氏驾崩，被安葬于卫陵。卫陵位于今天咸阳市渭城区的周陵镇新庄村东南。之后，太子刘骜继位，即汉成帝，王政君也就成为了皇太后。刘骜即位后，有一次外出游玩，来到了杨阿公主的府上。杨阿公主让府中的妓女们演奏助兴，这时一名歌妓引起了刘骜的注意。他那勾人魂魄的眼神、婀娜曼妙的舞姿、清丽动人的歌喉，都深深地吸引着刘骜。这名歌妓便是赵飞燕。之后她便被带入宫中，深受刘骜的宠幸。赵飞燕原名遗嘱，关于她的出生地以及家世，史书中并没有详细的记载。因为她的继父姓赵，所以她也跟着姓赵。由于她的舞蹈轻盈飘逸，人们就都称她为飞燕，于是她的名字就被改为了赵飞燕。后来听说赵飞燕的妹妹赵合德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温柔妩媚，连赵飞燕都自愧不如，于是刘骜便下令招她入宫，姐妹俩都被封为了婕妤。公元前16年，刘骜将赵飞燕封为了皇后，赵合德被封为昭仪。可此时刘骜已经30多岁了，宠幸她们姐妹俩已经10多年了，她们俩却没能生下1个儿子。宫中有个叫曹伟能的女官，怀上了刘骜的孩子。临产时，赵合德让人拿着皇帝的诏书毒死了曹伟能，并取走了婴儿，最终婴儿下落不明。之前的皇后生下过1儿1女，但后来全都夭折了。之后班婕妤也生下过1个儿子，可几个月后也夭折了。于是没有子嗣的汉成帝无可奈何，只能去找一个宗亲子弟立为太子了。公元前8年，汉元帝刘氏的另外一个妃嫔傅太后用大量的金银珠宝贿赂赵飞燕姐妹俩，让他们说服刘骜立自己的孙子，并逃亡刘歆为太子。第2年，汉成帝刘骜就死在了赵合德的床上，终年46岁。他死后被葬于延陵。延陵位于咸阳市城北5公里，渭城区周陵乡的马家窑村。之后，群臣们都声讨赵合德，赵合德畏罪自杀。公元前7年，19岁的太子刘歆继位，即汉哀帝。
他感念赵飞燕拥立自己有功，就尊赵飞燕为皇太后，王政君则为太皇太后。此时的王政君经历了丈夫刘氏、儿子刘骜，地位越来越高，在政治上也越来越成熟，同时王氏家族也变得权倾朝野。王政君的兄长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王崇为安城侯，而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更是5人同日封侯。只有弟弟王曼还没有等到封侯就去世了。王曼有2儿1女，长子王勇也早早就去世了。于是唯一在世的儿子就只剩下了次子王莽。王政君那些被封侯的兄弟以及他们的子弟们，多数都成为了将军和列侯，生活奢靡，声色犬马。唯独王莽生活简朴，为人谦恭，而且还勤劳好学。他耐心地服侍着自己的母亲以及守寡的嫂子，抚育兄长留下的孩子，行为检点，作风严谨。对内他侍奉诸位叔伯，对外接纳贤士名流。因此王莽就成为了他们这个大家族中的另类，也是世人眼中的道德楷模，并且声名远播。公元前22年，24岁的王莽开始做官。他办事认真，对人恭敬，特别是对身居大司马之位的伯父王凤更是极为恭顺。于是王凤在临死之前嘱咐王政君要好好的照顾王莽。同年王莽就被任命为黄门郎，后来又升为摄生校尉。之后他的叔父王商上书表示愿意从自己的封地里让出一部分封给王莽。朝中的大臣们也为王莽说好话，汉成帝也觉得王莽贤能，王政君更是因为怜悯自己的弟弟王曼，于是便追封王曼为新都侯，并让他的儿子王莽继承了爵位。从此王莽也就成为了列侯。可是王莽虽然身居高位，却从不以自己为尊，总是能礼贤下士，清廉简朴，经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马车来接济穷人。于是朝野上下都盛赞王莽，他的名声也逐渐超越了他那些大权在握的叔伯。公元前8年，王根病重，他举荐王莽代替他的大司马之位。于是38岁的王莽就成为了大司马，达到了权力的顶峰。执政后他依然克己不倦，皇帝给他的赏赐他都用来款待名士，生活反而过得更加节俭。他不仅能礼贤下士，对自己的姑姑王政君也是照顾有加。他知道王政君不喜欢常年待在深宫，就举办各种能让王政君外出的活动，就连王政君的侍女之子生病，王莽都能亲自前往服侍。可物极必衰，正在王莽春风得意的时候，却迎来了汉哀帝刘歆继位。刘歆不是王政君的亲孙子，所以他继位后就开始排挤和打压王室外戚的势力。他先是提高自己亲祖母以及母亲的地位，封祖母傅太后为恭皇太后，母亲丁姬为恭皇后，实意与王政君相等。随后有人弹劾王根，汉哀帝就借机将王根逐出京师，并将王室举荐的官吏也悉数罢免。接着王莽因为得罪了傅太后，也被迫辞去了大司马的职位，隐居于他的封地新都。新都就是今天河南省的新野县。从此他闭门不出，安分谨慎地生活着。在此期间，由于他的2儿子王霍杀死了家奴，王莽就逼他的儿子自杀了。就这样，王室外戚的权势被彻底地压制住了，可政权却又落入了傅氏和丁氏外戚的手中。而且刘歆不仅没有治国之才，还宠信佞臣董贤。后宫佳丽3000，没有一个能让刘歆心动的，唯有美男子董贤让刘歆是欲罢不能。他赏赐给董贤的财物不计其数，仅1个月之内给他的赏赐就达1万万钱。后来还任命董贤为大司马，位列3公，百官只能通过董贤才能向汉哀帝奏事。到最后，刘歆竟然想过要把皇位也禅让给董贤。这时许多的官吏和平民都为王莽被罢免而鸣不平，要求他复出。汉哀帝无奈，只能重新召王莽回京。可是回来后却不给他任何的官职，只让他去侍奉王太后。公元前1年，在位仅6年的汉哀帝刘歆驾崩，年仅25岁，死后被葬于义陵。义陵位于今天咸阳市城北6.5公里，渭城区周陵乡的南河村。那么汉哀帝驾崩后，西汉的下一个皇帝又会是谁呢？王莽的人生又会走向哪里？
我们下期接着讲述。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